中美天津会谈周一举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锋同美国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舍曼进行会谈。谢锋在会谈中重点论述，中美关系目前陷入僵局，面临严重困难，根本原因就是美国一些人把中国当作假想敌。会谈中，中方还向美方提出2份清单，一份是要求美方纠正其错误对华政策和言行的清单，一份是中方关切的重点个案清单。而美方就气候变化、伊朗和朝核等问题寻求中方的合作与支持。外交部表示，这次会谈深入坦率，增进了对彼此立场的了解，对争取下一阶段中美关系健康发展是有益的。根据外交部发布的消息，谢锋在与舍曼会谈时表示，中美关系目前陷入僵局，面临严重困难，根本原因就是美国一些人把中国当作假想敌，美全政府全社会动员，全方位遏制中国，似乎只要遏制住中国的发展，美内外难题就能迎刃而解，美国将重新变得伟大，美国治下的霸权就可以延续。美方动辄拿中方说事，好像不扯上中国都不会说话做事了。我们敦促美方改变当前这种极其错误的思维和极其危险的对华政策。而在会谈后的记者会上，谢锋再次表示，围堵打压、极限施压搞不垮中国，也救不了美国。谢锋表示，中国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美方的竞争、合作、对抗3分法就是遏制打压中国的障眼法。对抗遏制是本质，合作是权宜之计，竞争是话语陷阱。有求于中方时就要求合作，在有优势的领域就脱钩断供、封锁制裁。为了遏制中国，不惜冲突对抗，只想解决美方关切的问题，只想得到美方想要的结果，单方面受益，既要坏事做绝，还想好处占尽，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谢锋表示，美方所谓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就是想把自己和少数西方国家的家法帮规包装成国际规则，用来龟缩打压别国。美方抛弃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破坏自己曾经参与构建的国际体系，另起炉灶，抛出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无非是想耍赖，想篡改规则，限制别人，谋利自己，是想施行弱肉强食、以大欺小的丛林法则。当世界的2大经济强国不能合作，而是对抗的话，那这个显然是全世界的一个损失啊，也是未来的一个灾难。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明确的直截了当的提出这个话题，就显然是给这个美国人敲响警钟啊，也是良药苦口吧也是去劝诫他去警告他去引导他走向正确的道路采取正确的对华的这个方式方法。谢锋透露，会谈中，中方还向美方提出2份清单，一份是要求美方纠正其错误对华政策和言行的清单，一份是中方关切的重点个案清单。在纠错清单里，中方敦促美方无条件撤销对中共党员及家属的签证限制，撤销对中方领导人、官员、政府部门的制裁，取消对中国留学生的签证限制，停止打压中国企业，停止滋扰中国留学生，停止打压孔子学院，撤销将中国媒体登记为外国代理人或外国使团，撤销对孟晚舟的引渡等等。在中方关切的重点个案清单里，中方主要就中国部分留学生赴美签证遭拒，中国公民在美遭受不公正待遇，美不法分子滋扰冲撞我驻美使领馆，求美方尽快解决，切实尊重保护中国公民和机构在美的合法权益。这2份清单让人耳目一新这个说明了中国的外交思路在发生变化中国的对美战略在发生变化。这些东西呢，我们不求美国一下子都能实现但是呢，我们首先要提出这些东西来。换句话说，如果你什么都不提出来，对方也不知道你在要什么，或者说人家就是故作不知，那么就是这个显然是非常被动的。我们就是要提出我们的关切，提出我们的要求，然后你能做到几条，你先做几条做不到的接下来再做一点点的把中美关系拉向好的方面。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一表示，在中美双方的会谈中，中方直面两国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开诚布公地阐明了中方对发展中美关系的态度和立场，明确反对美方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利益，明确要求美方改弦易辙，纠正错误。同时，双方也就各自共同关心的广泛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外交部表示，美方就气候变化、伊朗和朝核等问题寻求中方的合作与支持。事实上，中方在这些问题上一直负责任地发挥着建设性作用。需要强调的是，合作
需要以互信为基础，以互利为前提，以良好的双边关系氛围为必要条件。美方应当树立正确的合作观，不能一边寻求合作，一边损害中国利益，这是行不通的。会谈中，中方除了阐述对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敦促美方改变极其错误的对华认知和极其危险的对华政策，还重点就美方在新冠病毒溯源、台湾、涉疆、涉港、南海等问题上的错误言行，向美方再次表达强烈不满，要求美方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损害中国利益，停止踩红线和玩火挑衅，停止打着价值观幌子搞集团对抗。外交部表示，我们敦促美方千万不要低估14亿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总体看，这次会谈深入坦率，增进了对彼此立场的了解，对争取下一阶段中美关系健康发展是有益的。今天的记者会上，中美关系毫无例外地成为了各方关注的焦点。中外记者也提了多个关于此次中美天津会谈以及病毒溯源的问题。其实这也分别体现了中美双方在场内以及场外的交锋。其实，在上周三夜间，外交部证实舍曼访华的消息的时候呢，发言人就已经表示，中方会向美方表明对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以及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坚定态度。那无论是王毅前2天在成都的回应，还是谢峰今天在会谈上面的表态，其实也都非常符合这样子的总体基调。舍曼来华前，美方官员再度扬言要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打交道。对此，谢峰在会谈中针锋相对表示，胁迫外交的发明权、专利权、知识产权都非美国人莫属，是美国大搞单边制裁、长臂管辖、干涉内政。美方所谓从实力地位出发与别国打交道，本质就是仗势欺人、恃强凌弱、强权即公理，是彻头彻尾的胁迫外交。人民日报25号的文章称，当前美方应当彻底放弃把台湾、香港当作棋子的欲念，彻底放弃在事关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无谓地进行踩踏红线的试探。为解决双边关系存在的问题，我们可以敞开大门深入谈，但若有人选择进犯，我们定将坚决反制，奉陪到底。这就是中国态度，说到做到，勿谓言之不预。外界注意到，中国一向欢迎对话，但对美方的无理态度坚决反击。新加坡联合早报分析称，在舍曼访华前夕，中国首度援引反外国制裁法对美实施反制裁，显示中国对美外交策略已有所转变。那么这次呢，我们是既重视又不重视。那么重视呢，当然你来了，我们好好谈，对吧？这是一个。但是不重视呢，就是说我们不认为它能够一次性解决中美关系的问题，不认为它这个是完全带着善意来的。所以说呢，我们就做出了相应的判断、相应的决策。那么这个也是真正的，把东西方的这个文化隔阂也去除了。美国彭博社报道称，美官员表示，舍曼打算提涉港和涉疆议题，同时向中国保证，美国不会建立一个广泛的反华联盟。有官员称，他们将寻求美中双方有共识的领域，包括气候变化。尽管美国官员口口声声称无意建立反华联盟，德国《明镜周刊》报道称，拜登正在联合盟友对抗中国，比如通过启动4方安全对话机制，深化与中国台湾的关系，以及在人权和网络战领域采取针对中国的多边方式等。就在舍曼访华几乎前后脚，美防长奥斯汀和美国务卿布林肯都有访问亚洲的行程。奥斯汀将去新加坡、越南和菲律宾，布林肯访问印度。有美国官员坦言，这些努力是为了塑造中国的周边环境，与盟友和伙伴一道应对中国挑战。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卫。吴先生您好。周一上午，外交部副部长谢峰与美国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舍曼在天津举行会谈。您是如何来评价这场会谈？哪些关键信息首先值得关注？是的，美西。有了安克雷奇的前车之鉴后啊，这一次我首先关注的是正式对话展开前向媒体记者开放的这个拍摄的头几分钟。远道而来的美国客人似乎有所收敛，我留意到舍曼甚少扭头去看媒体区，似乎没有开始一场表演的意思。从目前得到的消息来看，我愿意用坦诚、直接、务实来评价这场中美会谈，既是突破性的，又是建设性的。
首先，谢锋副部长对中美关系现状给出了中方定义，那就是陷入僵局，面临严重困难。中方对此归因为美国一些人把中国当作假想敌。谢锋进一步提及了美方一些人在渲染中美冲突时提及的所谓珍珠港时刻与斯普特尼克时刻。在会谈现场点名这2个时刻，在我看来非常关键。它的意义在于向美方、向世界撕掉胡乱贴在中国身上的历史隐喻标签。战争爆发的归因上看，源于美国对日本实施的长期制裁与封锁。日本帝国为扭转不利局面，以赌国运的方式向美国宣战。这样的历史隐喻放在中国身上，完全是污蔑性的，只能说明这些人既不懂日本，更不懂中国。斯普特尼克时刻，则是指苏联在1957年10月4号成功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让美国意识到自己在太空竞赛中落后了，由此拉开了冷战全面军备竞赛的序幕。用这个历史隐喻放在中国身上，完全是将中国这些年和平利用太空的努力歪曲为所谓一场太空军备竞赛。由此进一步引申，中国在尖端科技领域的一切努力，最终都是为了所谓消灭美国。在这2个时刻的妖魔化之下，美国把中国污蔑成综合日本与苏联形象的所谓缝合怪。被拿去解决美国的深层次矛盾，沦为美国人民不高兴的出气筒。中国不仅冤枉，并且愤怒。这就是今天这场会谈中方首先破题的关键句，那就是美方当前的对华思维极其错误，对华政策极其危险。会后，谢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及，如果美方不改弦易辙，与中方相向而行，而是时时处处将中国视为假想敌，并据此制定政策、采取行动，最终可能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所谓自我实现的预言，在国际关系中往往是指，如果你将他视为你的敌人，那么他终究有一天会成为你的敌人。此次访华自诩负责任地管理中美关系的舍曼，当然能够读懂中方这句话的分量。在会谈后的吹风会上，谢锋表示已向美方提出2份清单。您是如何来解读这2份清单的？此次中美天津会晤是否传递了新的信号？昨天我就谈及中美关系的负面清单有点长。今天谢锋副部长明确向美方提出了2份清单，一份是美方纠错清单，一份是中方关切清单。在纠错清单里，既有特朗普执政时期留下的制裁遗毒，也有拜登上台后这个萧规曹随埋下的种子。在我看来中方提交的这份清单传递的信号很明确，那就是无论你美国政府如何走马灯似的改换门庭，我们都会一一记下你们犯下的错误，并且敦促你们纠正。在关切清单里，中方列出了我们的高度关注、有待美方予以解决的诸多问题，事关中国公民与机构的在美合法权益，事关2国人民的正常交往与情绪纠偏。在我看来，中方提出的这2份清单，实际上就是中方为负责任地管理中美双边关系而对美方开出的整改通知书。大国关系的维持不存在单方面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只能是基于尊重彼此的互相管理。中国外交官给美国同行上了一堂平视外交课。另一个细节值得关注，那就是中方明确对拜登政府所谓的竞争、合作、对抗中国政策表示不满。在该竞争的地方竞争，在该合作的地方合作，在该对抗的地方对抗，这原本就充满了矛盾与悖论嘛。最关键的地方就在于谁来界定什么领域该竞争，什么领域该合作，什么领域该对抗呢？中方毫不客气地点破了美方的伪善，那就是对抗遏制是本质，合作是权宜之计，竞争是话语陷阱。只想解决美方关切的问题，只想得到美方想要的结果，单方面受益，既要坏事做绝，还想要好处占尽，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我个人认为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常态。在这段关系里，中国不再一味地追求所谓的温良恭俭让，而是在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时候据理力争。而在国际舞台的交往中，更加讲究策略与时效，手段硬的更硬，身段软的更软。
好的，也谢谢吴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在地中海和印度洋晃荡数月之后，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最终进入了南海。尽管英方此前大肆放风造势，为美国所谓印太战略站台，但是英航母此次印太行风波不断，争议不断。外界更大关注点还在于，该航母目前正爆发疫情，超过100名水兵感染新冠病毒，便对其他几艘战舰也出现确诊病例。英国军方却坚称，全球巡航计划仍将继续，其背后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来看看报道。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等多家外媒周一报道，当地时间周日上午，有卫星在马六甲海峡附近拍到了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根据该舰当时的速度和动向来看，它正全速向中国南海方向靠近。按照时间推算，该航母目前已进入南海海域。而在前一天，该航母打击群的卫士号驱逐舰已经提前进入南海，并且正在文莱附近海域活动。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战斗群原本由2艘皇家海军护卫舰、2艘45型驱逐舰、2艘补给舰和1艘机敏级潜艇组成。此外，还包括1艘美国海军驱逐舰和1艘荷兰护卫舰。5月底从英国出航，开始总航程25000海里的全球部署，计划沿途停靠包括阿曼、新加坡、韩国和日本在内的一些港口。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这一路来不忘到处秀肌肉。6月23号，该航母打击群的卫士号驱逐舰进入黑海，并越过俄罗斯划定的边界。俄罗斯将此举视为粗暴挑衅，并称已通过开火警告、派遣战机在其航线上投炸弹等方式将该舰驱离。英国则矢口否认曾遭俄军开火驱逐，认为其只是在进行射击演习，并坚称卫士号当时是按照国际法无害通过乌克兰领海。据报道，该航母打击群在进入南海后将不会统一行动，而是要广撒网式分头访问多个国家。英国媒体透露，目前卫士号驱逐舰正在文莱进行访问，而李士满号护卫舰则与泰国海军甲午里号护卫舰举行联合演习。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与剩余舰艇则在与马来西亚海军举行联合演习结束后，准备对新加坡进行访问。对于这一系列行动，日前访问日本的英国防卫大臣华莱士表示，这是为了增强英国在印太地区的参与度，但并不针对任何国家。虽然英方宣称不针对任何国家，但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此次前来印太活动不乏针对中国的意味。该航母编队除了要与美日韩澳等国举行例行联合军事演习外，还到南海进行所谓自由航行。值得一提的是，英国还打算在日本长期部署2艘军舰和1个滨海反应小组，而这一单位是英国海军陆战队中带有特种性质的快速反恐部队，其野心不言自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曾表示，中方希望域外国家尊重地区国家维护和平稳定、促进发展合作的意愿，不要采取使局势复杂化的举动。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大校也曾表示，当前在地区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南海局势总体稳定，根本不存在所谓航行自由问题。我们希望有关国家多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做出建设性贡献，而不要无事生非，制造麻烦。这次部署的行动，在英国国内也是有人质疑的，就是你为什么跑这么远？你图什么？然后你还到底想不想跟中国这个搞好？无论是你经济啊、外交啊，尤其是最重要的经济上合作啊这些事，你还要不要搞啊？这个，我觉得综合这些来说的话，即便是我们只看英国国内对这个事儿的评论，我也觉得这是一个不明智的一个举动。英国军事专家米林德·库尔什雷什塔表示，英国正在用实力积极规划印太地区新的军事政治格局，而这一论调遭到各国网友无情嘲讽称，英国现在连军舰都快养不起了，还来印太地区搅浑水，简直自讨苦吃。眼尖的网友发现，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经过苏伊士运河时，编队内少了1艘45型驱逐舰。后来，英国国防部承认，此前编入航母打击群的45型驱逐舰钻石号因技术问题脱离编队，正在维修。英国下议院国防委员会主席托比亚斯·艾伍德证实，英国海军装备的6艘45型驱逐舰中，卫士号是唯一1艘仍在开展行动的45型驱逐舰。他还表示，这种情况在操作上是不可接受的。深圳卫视记者注意到，英国海军45型驱逐舰已不是第一次因为高温出现动力系统故障。2009年，45型首舰勇敢号在访问美国东岸时突然失去动力，不得不转到加拿大维修。
2012年，勇敢号在波斯湾地区执行巡逻任务时，因高温导致动力系统罢工，紧急前往巴林维修。同年，不屈号在西非沿海行驶时，也因高温导致停电，全舰陷入黑暗。2016年，邓肯号出海参加北约军演，不出3天就出现动力故障，被拖船拖回母港。英国国会防务特别委员会曾就45型驱逐舰动力系统问题盘问了制造商 BAE 系统公司。BAE 系统公司海事董事总经理约翰·赫德森的回应让人大跌眼镜。他表示，该舰最初的技术规格并未要求其长期在热带地区执行任务。对此，英国国防部表示难以接受。这种故障其实，在现在的这个英国海军啊，其实也这个各种主要装备上，其实也是屡见不鲜了啊，也不是什么特别罕见的现象，说明它的工业上面很大的一个衰落啊。目前，英国海军水面舰艇中主力战舰包括2艘航母、6艘45型驱逐舰、13艘23型护卫舰和2艘2栖船坞登陆舰。军事专家认为，23型护卫舰定期维护，45型驱逐舰频繁趴窝，导致英国海军可使用的水面主力战舰不到10艘。这个数量完全无法满足其在全球多个热点保持军事存在。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战斗群编入美国和荷兰护卫舰艇，表面上说共同行动，提高互操作性和联合作战能力，但实际上是英国海军需要盟国派出护航舰艇。更为紧迫的是，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目前正爆发疫情，超过100名水兵在编队7月上旬停靠塞浦路斯时感染新冠病毒。有英媒报道称，编队至少一半军舰出现确诊病例。尽管所有参与部署行动的人员都已接种2剂疫苗，不过英国军方称，航母战斗群将继续执行他们的作战任务，对部署行动没有影响。就在前几天，韩国派出的在亚丁湾护航的主力舰文武大王号驱逐舰爆发了到目前为止军方最大规模的单舰新冠肺炎疫情，301名舰员里有270人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直接导致了整个军舰丧失了战斗力。最终，韩国派出2架 KC-330空中加油机前往亚丁湾接回感染士兵，同时飞机上搭载的已接种疫苗的人员前往接管文武大王号驱逐舰，并将军舰开回韩国。这次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不顾疫情继续部署，会不会重蹈韩国文武大王号驱逐舰备受关注。而去年美国罗斯福号航母的经历也可以参考。去年3月底，罗斯福号航母进发西太，第一次刚传出3名船员感染新冠病毒时，美国军方也是坚称无计划将该航母从任务中撤出。美国海军下令此船在海上自行隔离。在短短3天时间里，这座航母上感染新冠病毒的水兵人数从3人快速增长到25人。最终，罗斯福号出现新冠疫情，导致超过1200名舰员感染，1名舰员死亡，航母舰长也被迫离职，最后回到关岛基地处理疫情。此外，伊丽莎白女王号的疫情会否波及美军和其他国家军舰还是个问号，因为英国航母在被爆出舰上出现新冠疫情之前，在亚丁湾与美国海军的里根号航母、硫磺岛号2栖攻击舰以及其他船舰组成联合编队展示武力，一艘荷兰海军的护卫舰也参加演习。显然，在这样的大规模演习中，各方人员密切接触不可避免，更何况英国航母上本来就搭载有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35B 战斗机。它这个整个包括这个空调换气等等设备，一般都是中央式的集成式的，所以呢，这个如果有病毒的话有病毒存在的话，它很难进行这个防范。一般来说，在和平时期或者非战时条件下不拉这个战备，不把战备拉起来的情况之下，那么他一般人呢不会有这种全身的这个隔离或者防护措施，那很难隔绝病毒的传播。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扰攘几个月后，英国染疫带毒的皇家海军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已驶入中国南海海域，您对英方此举如何评论？我们知道，在100多年以前，英国曾经是世界上实力最为强大的超级霸主，他们的殖民地遍布全球，被号称为日不落帝国。但是在第2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美国的强势崛起以及他们自身的衰弱，英国曾经偏安于大西洋一隅，不再有称霸全球的野心。那么这次派出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战斗群不远万里从大西洋赶往印度洋与太平洋，这不仅意味着英国重新开始在全球事务中展现出了野心，
而且意味着，继美国早年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把军事战略重心从中东地区转往亚太地区之后，英国也开始了他们的军事战略大转移，即从大西洋地区转往印太地区。我认为这是英国此举想要对外发出的第一个政治信号。而随着英国这一动作的实施，也就意味着印太地区已经取代昔日的欧洲与中东，成为全球主要大国博弈的中心区域。那么其次，大家知道，随着英国国力的兴衰，英国的政治经济战略也经历过相当大的波折。在日不落帝国时期，英国在全球政治经济中曾经处于主宰地位。在二战结束后，因为包括政治经济在内的综合国力江河日下，英国不仅在全球范围内实施了战略收缩，而且开始主动融入欧洲大陆，并在经济上加入了欧盟。而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这次开赴印太，这意味着脱离欧盟之后的英国开始正式转投美国的怀抱，也就是要脱欧入美了。那么第三，很显然地球人都知道，伊丽莎白号航母这次是冲着中国而来的。尤其是不久前，中国中央政府实施了香港国安法，英国对此相当吃味儿，但又找不到发作的借口和介入的抓手，因此不排除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的这次印太行也有趁机报复中国的意味。那么接下来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会不会经过台湾海峡前往日本？假如英方真的做出了上述挑衅性的行动，那将会在中英关系中掀起滔天巨浪。那在您看来，英国皇家海军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这次跑到印太秀肌肉，到底想达到什么战略目标？能达成吗？众所周知，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在军事这两个方面的硬实力上，曾经的日不落帝国都已经是夕阳西下，他们的那一艘航母构不成多大的军事压力，更达不到他们想象中的军事战略目标。不过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忽略了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在政治上的象征意义与政治动员能力。这背后的原因就在于，通过光荣革命制定了大宪章的英国，不仅是西方政治制度、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的开创国家以及坚定的维护者，而且他们通过开拓殖民地的方式，既把盎格鲁撒克逊的血缘移植到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也把那一套政治制度、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复制到了这些国家。在殖民体系瓦解之后，英国还跟这些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等国家共同组建了英联邦以及五眼联盟。从此之后，无论是一战、二战，还是后来的冷战，美英加澳新五国都是紧紧地抱在一起的，并因此成为了过去100年来整个世界秩序的决定性力量。而他们之所以能够抱成团，除了共同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以及共同的盎格鲁撒克逊血缘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共同的东西，那就是英国的女王伊丽莎白。尽管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都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但英国的旗帜以及伊丽莎白女王的名号仍然对这些国家具有相当大的号召力。这就是英国会将自己航空母舰命名为伊丽莎白女王号的原因。这一次，过去的帮助英国将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战斗群派往印太地区，其中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用这样一张老名片来进一步团结英联邦成员，向中国发出盎格鲁撒克逊来了、英联邦来了的信号。好的，也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
据俄媒报道，上周日，俄罗斯圣彼得堡市举行海军节阅兵仪式，纪念俄海军成立325周年。俄总统普京出席该阅兵仪式并发表讲话，指出俄罗斯能够发现任何水下、水面、空中敌人，并在必要时对其进行不可逆的打击。同日，俄罗斯的其他海军基地也举办了海军节阅兵式和相关庆祝活动。据俄国防部消息，全俄参加活动的各型舰艇约200艘，飞机80多架，官兵1.5万多人。当地时间上周日上午11点，俄罗斯总统普京从圣彼得堡市中心彼得堡罗要塞出发，登上03160型巡逻艇改造的检阅船，在俄国防部长绍伊古和海军司令叶夫缅诺夫陪同下，沿涅瓦河检阅了复制的波尔塔瓦号战舰、22350型护卫舰、卡萨托诺夫号等各型舰艇。随后，普京登上河岸并发表讲话。他表示，俄罗斯能够发现任何水下、水面、空中敌人，并在必要时对其进行不可逆的打击。О заветах Петра I, которые он подробно отразил в уставе морском, ни перед кем не спускать флаг. Флаг корабля, не отступать и не сдавать корабль врагу. С праздником вас! Да здравствует российский военно-морской флот! Ура! 路透社提到，普京这番讲话正是发生在英国和俄罗斯黑海冲突事件之后。6月23号，俄罗斯在黑海水域发现闯入的英舰卫士号，在口头警告无效后，俄军出动大批舰机，先后采取警告射击、往英国军舰航线投射炸弹等警告动作。6月30号，普京在参与直播连线节目时就放狠话，指出，就算当时俄罗斯一举击沉英国军舰，第3次世界大战也不会爆发。按照惯例，圣彼得堡的海上阅兵仪式除市中心部分外，还会在该市西部芬兰湾、喀朗施塔德岛附近展示其他较大舰艇。此次阅兵中，俄军还出动了11711型大型登陆舰彼得摩尔古诺夫号、1146型巡洋舰乌斯基诺夫号以及3艘核潜艇。其中，俄罗斯最新型的战略核潜艇弗拉基米尔大公号是服役后首次参加俄海军重要活动。该潜艇能携带16枚布拉瓦洲际弹道导弹。此外，有俄罗斯神盾舰之称的卡萨托诺夫号护卫舰也参加了当天阅兵活动。俄海军航空兵为主的空中编队也展示了苏33、图142和卡52K 等各型飞机。弗拉基米尔大公，它水下排水量2万多吨。这个已经是世界上可以说是 No.1 了，因为它比这个美国现役的俄亥俄级，它的排水量还要大个几千吨啊。第二点是啥呢？它搭载16枚的潜射弹道导弹，布拉瓦的射程9000多公里，美国现役最强的这个潜射导弹，它射程是多少呢？7、8千。所以它在排水量上和它的弹的射程上，实际上都已经超过美国的了。而在本次阅兵开始前一天，就有俄罗斯媒体记者探访受阅军舰奥列涅格尔斯基戈尔尼亚克号大型登陆舰。这艘军舰长112米，比一个足球场还要长。奥列涅格尔斯基戈尔尼亚克号是一艘大型登陆舰。最重要的是，现在我的下方是宽阔的坦克底舱。该登陆舰一次可以运送10辆战车和22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至登陆点。Для меня это особенная честь, так как я сам родился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 и учился здесь. Это большая честь, также большая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как перед, собственно, Северным флотом, так и перед всеми гражданам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собственно, для которых мы и служим, несем свою морскую службу. 俄罗斯海军节阅兵式经常邀请其他国家的海军舰艇参与，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皆为其常客。2019年，中国海军第32批护航编队中的西安舰就参与了圣彼得堡的海上阅兵式。此外，在北穆尔斯克、波罗的斯克、塞瓦斯托波尔、卡斯皮斯克以及叙利亚塔尔图斯等海军各基地也在同日举行海军节阅兵式。其中，黑海舰队组成2支水面编队，共计10艘舰船开展水上阅兵式。
里海区舰队第2次在卡斯皮斯克举行大规模海上阅兵。据俄国防部消息，全俄参加海军节阅兵活动的各型舰艇约200艘，飞机80多架，官兵1.5万多人。今年是俄罗斯海军建军325周年。1696年，俄罗斯历史上著名的统治者彼得大帝着手组建海上舰队，开创了俄海军的历史。2006年5月3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布命令，海军节作为海军纪念日被确定下来，日期为每年7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天倒计时，上海市政府周一召开新闻通气会，介绍进博会筹备情况。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孙成海介绍，目前已有50多国确认参加线上国家展，还将会有大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更好满足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来看看深圳卫视特派记者从上海发回的报道。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今年11月5号至10号在上海举行，包括企业展、国家展、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专业配套活动等部分。孙成海介绍，第4届进博会将设置6大展区，包括食品及农产品、汽车、技术装备、消费品、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服务贸易展区。目前签约展览面积已超预期，达到36万平方米，工作重心已转向组展招商。今年的参展商代表性更强，签约参展的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数量超过上届，回头率超过80%。同时有30家企业首次参展，不少在细分行业的隐形冠军也将亮相进博会。世界10大工业电器企业将集体亮相装备展区。那么医疗这个领域呢，就是全球口腔行业排名前3的企业首次齐聚医疗展区，全球前3大快递企业也将在服务贸易展区集体亮相，这也反映出进博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随着准备工作推进，更多助力产业升级的黑科技、服务美好生活的新概念逐渐浮出水面。医疗展区展商史赛克将带来一款骨科手术机器人，极大缩短病人术后修复时间。服贸展区将展示全球首个拥有海上主题乐园及海上最长的过山车、最大的海上影院的新一代邮轮。上海累计搭建56个进博6天加365天交易服务平台，引入进博会展品近18万件，涉及展商1390家，累计进口商品1464.7亿元。进博会还将首次采用虚拟现实、3维建模等技术，为参展国搭建标准化数字展厅，分主题展示参展国国别特色，同时设置线上互动功能，提升展示效果。截至目前，已有50多个国家确认参加线上国家展。疫情防控方面，聚焦人物馆3个重点，紧盯入城口、居住地、流动中、展馆门、活动点和监测哨等6个关键环节，主要采取全程闭环管理、全链条可追溯、全量核酸检测、全部查验准入、全面环境消毒等5项措施，严密构筑国境、城市、区域和展区4道防疫线，指定30多家定点医院，加强医疗力量24小时值守，在现场设置5个医疗站，配置25至30辆救护车，做好突发事件应急救援。连续4年参展的新西兰乳业品牌纽仕兰与进博会结下深厚情谊，依靠前3届进博会，纽仕兰快速下沉到中国3、4线城市，收获消费升级的市场红利。据海关数据显示，新西兰每出口中国3罐牛奶中，至少有1罐就出自纽仕兰，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我们在国外的一些资源和品牌可以分享给更多的中国人而且把我们最好的东西分享给我们中国的朋友。新西兰政府新西兰品牌都很看重这个活动。这2年我们都不是特别的方便但是还是有一些人我们专门过来的隔离。收获颇丰的还有不少商家。现场多家境外展商向深圳卫视透露，进博会克服疫情不利影响，为展品定制包括进口环节3税全免等19项便利化政策，这充分凸显了中国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的信心。
我们也是认为，就是整个环境是对这个产品的创新，有更大的一些鼓励，然后更加坚定了我们在中国这个进行投资、进行深耕中国、更好的惠及中国患者的一些这个决心。乌克兰是个农业大国，它产品呢是特别好的产品，希望通过进博会呢，让中国的消费者呢，能吃到物美价廉的东西。作为进博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的虹桥论坛将以100年变局下的世界经济、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合作为主题，举办主论坛和多场分论坛。今年的虹桥论坛期间，还将首度发布世界开放报告和世界开放指数等重要研究成果。